跟高晓松每一次运用不同的辩论策略，在踩对方的痛脚，或者是挖对方的墙角。可是今天是我听高晓松讲话以来，我觉得漏洞最多的地方。我完全，所以才快给我一张报纸。我完全没有一句话能够同意的啊！就是高晓松一再的以北京作为大城市的代表，然后以他所选择的美好的加州的小城作为小城的代表。拜托，你在北京赚了所有的钱，然后去了加州美好的小城，买下了农庄，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讲说这个农庄比北京过得舒服，你要这些人听你的故事？我没有讲过任何哪里过得好，我是说大城市的可预见性。小城市会安静到你手机不要开铃声你就听得到，你去看小城市，晚上蟋蟀叫、牛叫、鸡叫、狗叫，你根本听不到你的手机不开铃声的结果。你去的是真的是一个大农村，而不是小城市。狗叫、鸡叫、牛叫。所以我得跟你讲，第一个呢，我不同意你把北京作为所有大城市的代表。我不讲，我其实讲的是每一个大城市的共性。好，就是你会符合那个规则。地球上有非常多美好的大城市，巴黎、柏林、伦敦，你在里面可以找到非常舒服的角落生活，所以不能够用北京代表。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呢，我是大城市长大的人。我生在台北，我们家上一代是上海人，然后我在北京跟各位工作。我到北京来跟你工作，我很喜欢你，我没有一秒钟想过要利用你。你刚才怎么会说出来，在大城市遇到的人，每一个人都互相？我没有说每一个，但当然在我们讨论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说每一个，是我们说的是比例。对，所以不要这么童话式的把大城市讲成是人性的丛林，然后把小城市讲成是安全的小镇，这个对比真的是太童话了哈。然后呢，我只想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话的立场呢，其实是最符合这个标题的，就是双方，尤其是三位教练这一方已经讲了，很多人奋斗是不成功的，我接受这个事情，我也相信这是人生的真相。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最后无非是得到了一张床。所以为什么我宁愿选择在大城市生活一张床，而不是在小城市得到一间房？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人的距离。你知道，我觉得在人越靠近的地方，你的不成功越令你难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啊？可是呢，所以大城市更难受吗 ？No， 大城市比较能够被容忍。大城市我的人生没有成功的时候，我可以舔我自己的伤口，躲在我的小床上面。可是，在小城市里面，三姑六婆、远亲近戚，每个人都来问候你怎么了？你怎么还不结婚？然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这个月有没有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人的距离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相信三位教练所讲的，人的失败的比例居高的话，大城是一个更好活下去的地方。那如果像你我这样三姑六婆都在大城市生活的怎么办呢？你跟我刚好不同是，我没有三姑六婆。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觉得大城市里面闪躲三姑六婆的几率，成功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就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具体的分析，可是的确我在大城市里面比较躲得掉别人的问候跟注目。我觉得在小城市，感情生活也好，自己的收入状况、成功与否，都被很严重的看见。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你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小城市里面有个小餐厅，然后忽然之间有一个记者，他可能开车到了这个小城市，他进了咖啡厅，每一个人都转过头来望着他，因为大家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你立刻感觉到众人目光的压力，那个压力非常大。我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别人。大城市给了我们一种庇护，让我们免于被别人那么严密的监视跟注意。小城市呢，在这方面有点缺陷，所以我觉得大城市有这个仁慈的地方。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我们人生失败的部分，我们会喜欢那些大城市给我们的仁慈的对待，而不是小城市严厉的监视。谢谢。我觉得今天两位团长都特别精彩，他跟我们坐在前面的，不管是奇葩也好，还是教练也好，最大的不一样，你发现两位团长都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只说我自己。我在跟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为什么刚才在小松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特别精彩，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但是他居然那么淡定的、娓娓道来的把分数干到了60分。
他太可怕了。对，太可怕了。你作为主持人是开始有倾向。哎，这就是这个节目的规则所在，随意。您是什么观点来着？我觉得个人属性吧，我自己还是就是喜欢大城市的那种生命力，然后很热闹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大城市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更适合的。对对对，比较适合的。最主要是因为你是大城市里有2套房。而不是大城市里只有一张床。倒也没有，高晓松先生，你刚刚说你选择了小城市，那是因为你有大城市的经验，你才能够做出后来的选择。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精彩，因为他在用自己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个人故事在跟你们分享，他是大城市的，他示范了指鹿为马这件事情。对，每一个生活在你先把分数念完了，再发表你的感言。有危机意识了。来吧。2010年开盘时就变成了4万1平，印度如今每平方公里居住了2万多人，而成年人的肠子总面积是200平米，我们住的还不如市宽敞。有网友说，与其在北上广累成狗，还不如面朝小城春暖花开。但有北漂一族对此坚决 say no， 大城市竞争多，可机会也多，不用拼爹，靠自己也能上位。海量新鲜快速的资讯让人对工作生活充满激情活力。2、3线城市的你只能在网上无下限吐槽雾霾的北京，小城市的生活没有最土，只有更 low， 只有大城市才能高大上。无论如何，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诸位看客，你是愿意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呢？节目做到现在，最好看的人已经留下来了。这我同意。耶，你是打头炮。对，我是高潮。大城市的床，它不仅仅是床，它是一个网；而小城市的房，它不仅仅是房，而是个牢房。对，没有，我绝对不会举例子，我就举的话只是北京、上海这种。对，他一说话，为什么我就开始觉得滑了，就开始搞为什么？我都没听。你知道对方肯定会想说，您做鸡头不做凤尾，但是我想说鸡。无论你是头还是尾，你永远都是鸡。你在的地方永远是鸡窝，反咬就是反咬，永远成不了凤凰。好吧。金。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你是愿意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这个在台湾会有这个问题一样。台北跟其他城市的房子的价钱差距很大，所以的确会有这样，还是要面临这样的抉择。可是现在农家乐也变成是一种时尚了。住乡下，对，其实是一种时尚。也还到大城市上班吗？没有。所以让你选，你会宁肯选择小城市的一套房，是这意思吗？我觉得小城市的一套房会为我将来带来大城市的很几张大床。你是要有小城市的一套房，逐渐的换到大城市的一张床啊？是这个意思吗？好几张床的等于换大城市的一套房，所以是理财投资的过程是吧？就让一套房变成几张床。还是让没关系，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啊。好，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你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这个电脑面前的观众，你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看看正反方。上一场高团长先选的，这一场让蔡团长先选。好，那这一次我要选的是大城市的一张床。大城床，那你选不选就没不重要了。小城房，小城房。现在咱们变成一波了，好，太好了，终于赶上跟天龙寺三老在一起。来，欢迎你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由反方先开始。在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其实小城房肯定会更好、更对一点。为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下那些青年朋友，我们大家100位青年朋友来到大城市，你们会失去什么，又想获得什么？你们可能失去的是比较好的一些生活条件环境，比如说好的空气啊，一些比较闲适的生活节奏，一些舒适的，比如说可能要远离父母跟亲情，可能距离更远一点。那你们获得的是什么呢？刚才其实小平有讲到，有拼搏的机会、上升的空间、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人脉、更多的这种企业林立、更多的500强、更多的这种看起来很好的未来。
这是大多数人是这么做出这个选择的。但是在今天，往未来看，这个选择的结果只能是失去的确然失去了，得到的却真的得不到了。原因在哪里？在互联网。在未来的10年的过程当中，在大城市中几乎可以获得的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力的资源、技术的门槛、这种视野的拓展，在接下来的10年将面临你们看到的是颠覆性的改变。在2、3线城市，只要你用手机连上互联网，你就会发现，曾经大城市能够给你的所有东西，互联网都能够给你。你想要在大城市获得的更好的教育资源，上网了之后，哈佛的课都可以随便听，是没有门槛的。大城市还有最后一点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是医疗环境，知道吗？就如果我爸妈病了的话，我真的只能把他送到北上广深或者送到那些顶级医院当中。但是吃了互联网之后，第2样东西又把我最后一点疑惑也解开了，就是高铁。高铁网络通了之后，你知道吗？在任何一个大城市旁边、周边的卫星城、2、3线小城市里，用高铁到大城市的时间，会远远的快过你在城市当中牢牢的堵3、4个小时，堵在2环或者3环线上的时间。高铁站下面就是地铁站，地铁站下来就是医院。你们失去的那些已经已然失去了，可获得的这一切，未来都可以得到。而且我说刚才那点不是我讲的，李克强总理讲的。18大你太明确提出。接下来的10年是城镇化的10年，大型城市不能再继续特大化了，但是2、3线小城市要就地城镇化。简单点讲，就是那些小城市不要再往大城市涌了，因为大城市的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接下来的10年就是各地的小城市遍地开花的10年，那是一个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会更好，生活的资讯会更好，生活的空间会拓展。人与人，我们的脑、眼和我们的腿都用互联网和高铁帮我们解决。各位，去大城市干嘛？还有什么东西更吸引你？不要奔着床或者奔着上床去了，回到房里来吧，谢谢。我们为什么每一集都回到房里来？对呀、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跟房没有关的事？您刚才对互联网的那个前景，哎呀，让我对您由衷敬佩。您知道爱奇艺是互联网公司，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的公关部来工作？如果不在北京的话，我会考虑的。有立场，有立场。爱奇艺给您提供一个直升机，您可以住在小城市。马东老师，合同在哪里？陈老师讲完之后，艾丽，又是你头一个出来。要勇者无畏，还是要去面对。炒叉头炮男。对，感谢陈明老师刚才提到互联网。互联网确实可以拉近我们所有人的距离，高铁也可以拉近，但是我们的祖国真的幅员辽阔，非常的大，而我就来自那个非常遥远的远方。各位啊，其实我来自新疆，我来自乌鲁木齐，我是一个维吾尔族，我不是混血，我的全名叫米莱利亚布斯布丁布巴什特，全名懂了吗？阿斯给。那，这刚说的是维语，所以劳驾您再说一遍可爱的名字。我的名字比较难念，里面有个 r 大舌音，大家可以尝试跟我念一下。来 read after me， 大家转过来对着旁边那个观众念一下 把他脸擦一下，都喷的。我觉得你的维吾尔族的名字其实跟你的汉语名字还是有些关系。你像你。草插大力之后就是累，对不对？非常对，好吧，那说点严肃的吧。那我如今也听懂了，颜如今也被我们教坏了。我认为啊，我特别适合聊这个话题，因为我确实是舍弃了一个小城的房，来到了北京去奋斗。那么小城市和大城市最大区别，其实不是互联网，也不是高铁，最大的呢是思维的意识不一样，这个跟不上。在大城市里，我会匆忙，但在小城市当中，我会因为无所事事而彷徨。大城市里，我会为新鲜事疯狂；而在小城市里面呢，我只能是碌碌无为的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情。当然，大城市可能有些时候有点脏，我怀念小城市里我妈做的饭的香，但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向，我要在北京铸造自己的辉煌。原因很简单，大城市、小城市最大差别什么呢？小城市喜欢排资论辈，这点真的很可怕。无论你在小城市多牛，你必须得去等那个时间去。我自己来到北京，我18岁进入一个著名的培训学校新东方，19岁开始当老师，22岁我成为全集团最年轻的培训师，23岁我成为全集团最年轻的演讲师，这在我的老家是不敢想象的。
老家里面还是很多人要去排那个时间。我们现在是年轻人，应该为自己去奋斗一把，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安逸，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各位，选择大的城市，你必将匆忙，必将受苦；而选择小的城市呢，你必将享福，也可能会发福。我想说的是，你是否愿意把那些所有的无谓的享福，把那些所有的无谓的彷徨，换取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告诉那些所有瞧不起的人，你可以说我装叉作死，不会生活，但我绝对要拼搏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非常感谢，谢谢。合辙押韵。对，他今天是不押韵不能讲话，对，就差点把快板抄上来。基本上，对方今天的整个论点不外乎是做这个动作。大城市有很多机会，你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小城市你完了，大城市确实苦，不过为了这个机会拼了，受苦。累没问题，这基本上对方的整个观点就这样嘛。谁说的？我们还没讲话呢。那艾丽的观点基本上是这样。我说有机会，我只说要太等，还是艾丽，没错，不要说完啊。没错，你说的对。但是有一点前提好像有问题，是大城市你确实是受苦累，你确实有很多机会，你工作会很匆忙，感觉很精彩。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关键的点？在大城市中，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张床的人，你在做的是怎么样的工作？啊，你领的薪酬是多少？你辛辛苦苦赚了这一些钱，到时候你在为谁赚钱？你的房东。很多时候在大城市中，你打一份工，你是拥有一张床的人。很多时候你就是一个小员工，你拼尽了同等付出的精力，你换回来的你为谁拼？你换回来的是一张床，想清楚。但是如果你在小城市，你是一间房，你刚才说小城市没什么发展空间，你要排资论辈。但是想清楚，今天题目讲小城市里你已经有一间房，那你是小城市里的何等样人？不一定代表你没机会，它反而意味着这个你可操控的机会是更大的。跟我告诉你，机会都摆在眼前，我们都看到很多机会，但是对你而言是机会的东西是什么？是你可以把控的。小城市你有房的人，你可把控；大城市中你还在睡在一张床的人，你有多少精力、时间、成本去把控？我们看为实在的，要看机会哪个大。所以我说，小城房好，谢谢。我看这个分数的变化，我突然意识到，小松你们这个立场其实真是挺难的。是，因为你要是能够被你们说动，意味着我们现场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都要回来寻找一张床变成一间房的这些人都得否定自己过去几年的一个那什么。所以其实这对你们来说，你们容易，但是要是不出彩就更要命。下一个是谁？云请。首先，我想讲的，你们都讲的都是所有的观点啊，我不拿这个讲这个话的话，都是其实站在小的城市的人的立场上来讲。那么今天我比较平静的讲这句话，不是我每次都要咆哮的 ，OK？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看呀！看呀！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本能？看呀！你妈喂你吃饭，那叫爱；你妈喂你吃屎，那才叫变态。暖男就是男人中的绿茶婊，我告诉你，少来这套。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城市的，我是来自上海，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作为一个来自大上海的人，你不可以强迫我离乡背井，抛妻弃子，离开父母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去到一个小城市，为什么我要去呢？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辩题，并不是只是单单的对于这个小城市的人来说，我觉得也要问问我们大城市的人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按照我的立场来说，没有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城市，我们的城市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城市是要死亡的。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竞争力，每个人 love and peace， 这些人马上就要死光的。就是因为有竞争的存在力，所以今天上海会建设得这么好。所以我很感谢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的朋友们。所以说我们是海派之地，我们是海纳百川，接待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城市来跟我们抢房，跟我们抢床。为什么？跟我们竞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这个怎么说就业机会。I'm sorry。
就业机会，这样才会给我有动力。因为我记得，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上海人也好，我记得很多来到北方的时候，北京人也好，都会觉得说，哇，我们当地人都是比较懒一点的。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职业，说是大夏天的时候，如果能够爬到电线杆上去架这个，一个月有8000块钱，这么高的工资竟然没有人做，因为实在是太热，可能会中暑，可能会怎么样。但是今天这个社会，8000块钱的工资有多少人来竞争这个行业？以前所有懒的上海人，现在不懒的，又非常担心，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很担心有一些外地到我们上海的新上海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的努力，有的时候甚至睡在大公司里边不回家，努力的加班。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上海人开始警醒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警醒了。为什么我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人站在我身边跟我一起竞争？如果我范甜甜不努力的话，我就会被比下去。今时今日，我范甜甜站到这个城市来，我来到了北京，我也算是半个北漂人。我虽然是大城市出生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来北漂呢？因为我需要机会，我不能抹灭别人对理想的一种希望。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梦想，跟咸鱼还有什么区别？你们就安安静静在你们的家里面好好的过日子养老，但是60岁以后去考虑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考虑的东西。无论失败还是成功，至少我们来到大城市，我们见过世面，我们闯荡过了。失败你可以回去，成功的话更好。为什么呢？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美好。因为今天我很温馨，谢谢大家。好，他们猜我们会讲，就是哎呀，人生不要那么竞争，对不对？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对。我们告诉大家要竞争，只是竞争的方式不一样。来，我告诉各位，基本上竞争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像炒股票一样，你追那个热门股，对不对？哪个当红我买哪一个。第二个就是买潜力股，潜力股什么意思呢？这个股价现在不高，还没涨，可是你看准。这2个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在大城市拼，我们长久以来讲的拼搏精神就是能忍能拼。你睡在那张床上，每天怀着梦想，说我只要够勇敢，够有耐力，我够忍够拼，终有一天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一般而言讲的成功方式：忍、拼、勇敢。还有一种方式，不好意思，成不成功拼的是什么？眼光，眼光。这跟拼、跟勇敢、跟忍耐无关，眼光。你在大城市一张床，我问你，10年后那张床，那个房租只会涨不会跌。你在小城市一间房，10年前，珠海房价多少？10年前，深圳房价多少？有哪个城市注定是小城市？10年前珠海多大？20年前珠海多大？深圳多大？对，这是眼光的问题，这不是拼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跟各位讲，你在大城市一张床就代表什么？你没有家，你是一个人，那张床只能塞你一个人。两个，双人床，了不起哦，3人的，这样就很了不起，3个人，随便，离家都是这个体力啊，你家来，等一下，草擦力，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讲我们大家。什么意思？你没有个人生活，你为了你的梦想、你的勇敢跟拼搏，你是牺牲了你的个人生活。什么叫做小城市一间房？就是代表你可以有家，一间房里是可以有很多张床的，你是可以养你的家人的，你懂吗？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你可以养你的家人。有家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在你拼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孤单一个人，你拼的目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你在大城市那张床，你想哪一天我发了，老子翻身了，在大城市买了一间房之后，不好意思，这2个很容易发音错误。我再组成家庭，我跟你讲，很多都晚了，很多都晚了。你要知道，很有趣，人生你拼搏的目的要看什么？要看你去享用它是什么时机。成功路不是只比忍耐跟勇敢，拼拼眼光吧，在未来的社会，挑选你的家乡的某一个值得继续投资的东西。好，谢谢。吴京，其实不管是大城市的房也好，小城市的房也好，大城市的床也好，你在小城里面你睡的还是床而已，就是重点，不管你住的房间大还是小，你睡的还是一张床，对不对？所以今天讨论的根本不是你的床大还是你的房大，讨论的是你的生活的环境。
是大城市跟小城市的差别。你告诉我，只要眼光好，选到一个很好的小城市，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大城市，或者是总有一天你的房价会起得很高，这时候你是一个很有钱的房东。可是不管价钱起得再高，你那一个可以去换一栋房的那个价格，你把它换来城市的时候，你发现你买的还是一个床位。所以去计较你的床的大小不重要，也没有意义。我们要看的是生活的环境。大城市跟小城市生活环境最大差别是比较好的就是陈明老师，大城市网络比较通畅。我来到这里，你告诉我网络科技发达，小城市在这里没有 WiFi。我要上网络城市，我要上网络来做东西，我要看爱奇艺，看奇葩说，在这个地方暂时看不到，你要用流量。谁说的？都看得到。你这个，我自觉的就变到那边去了啊。在喜马拉雅山山顶上都可以看到爱奇艺。如果要这样打广告也是可以的，喜马拉雅山顶也是可以看到奇葩说的，大家一定要支持奇葩说。回来，我们就说嘛，大城跟小城市生活环境的不一样。大城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精彩。是你可以活得很精彩，哪怕你睡在一张床上面，你可以打的，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都有。你在小城里面有一间房，你喊的话听到什么？自己的回音。你的房很大，你喊得很大声，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如果你的房间很挤，你旁边有人睡，可是你讲的是对话，有人反应给你，大家活得开心。人生几十年，短应该要开心，应该要痛快。在一个小城市，你有再多的钱，你出去买的还是一个不好吃的东西。可是你来到大城市，你有的是小的钱，可是买到的可以是你小城市吃不到的东西。而且是用大城市的地沟油做的，用大城市的地沟油做的。所以重点还是要活得精彩，不要去小城市里面对自己对空气里面，空气再好，细菌学是没有味道的。那个导演组，那个选手上场之前是先吃饭呢，还是喂饱了？怎么都有一种饿着上来的感觉？其实我爱吃东西很难理解吗？我看知道了。所以要让自己生活活得更精彩，不要计较你的床位大小，选择一个大城市，生活会更精彩。谢谢。如今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2个字叫精彩。大城市中活得很精彩，大城市确实很精彩，不属于我们。大城市，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是一样，真正的顶级的精彩，我们在大城市里只有一张床的那些人，可能很多时候连想象都想象不到。不是说我们看得到的那些优质的生活环境，哇，那些名牌包，那些奢侈品，不是的。大城市真不是的。大城市现阶段的阶层分化会严重到他们活的那些生活，他们那种生活，我们是看和想象的机会都没有。你所看到的那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城市所有的精彩，所有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看完了回家还是一张床。可是小城市那种温馨、那种踏实、那种温暖是我们的，因为那是一间房，它离父母会很近。你再累回去有一顿热饭热菜，再累的时候晚上有一个面对面的问候，而不是一个 FaceTime 或者一个微信视频的问候。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你担心失去的精彩，叫外卖放心叫，小城市也有的。你说的是旷野、荒郊、山坡，那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不是小城市，那是我们3个来的地方。不，太恐怖了。那不是旷野荒郊，是坟地。对，就是永远没人跟你说话，那是坟地。现在的社会趋势，城市的同质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大家生活在北京，但有多少来自祖国其他的小城市？你没有发现吗？走进商场越来越像，简直就像一个商场。你看1楼的牌子和标签的价格都是一样，因为全国统一价。你到1楼、2楼、3楼、4楼卖的都是那些牌子，卖的都是那些衣服。真正那些你买不起的衣服还是买不起的衣服，但它也在那里，都很像了。你在担心什么？你担心的那些精彩，那些精彩还在那里。
你享不享受得到是靠你自己去拼搏。好，第二个问题，对方说大城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史、人生选择，小城是一种平庸的，不要拿着历史的眼光来看。过去30年过程当中，北上广一个个拼得稀里糊涂，小城市大家悠哉悠哉，一张报纸一杯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不是由大城市和小城市决定的，那是由那个时代的体制的余威决定的。那个没有那么充分竞争的事业单位，我说实话，大城市里你只要在某些的楼里，一样是一张报纸一杯茶，但现在没有了，一体化、趋势化。经济全球化，大城市也有天天混吃等死的，小城市也有拼得稀里糊涂，一天24个小时不睡觉的。人生是由你自己选的，不是由位置选的，是由你命该怎么过来选的。明说的特别好，他延展了我们题目：我们到底是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间房，还是山里的一个坟？来，笑笑。刚才那个陈明儿直接说到大城市是在靠忍，我现在确实在忍着跟你说这一番话，你听清楚了。我来自四川成都，成都呢是全国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城市，在那里有我最爱的一群人和我最不装朋友。为什么我会选择来到北京？很简单，因为成都的传媒行业就像大家知道的一样，并不发达。如果我要一个更好的发展，我必须来北京。我非常不适应北京，我在北京我完全没有归属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交通每天那么堵。我坐一个车经过大裤衩，我睡一觉睁开眼睛我还在大裤衩。我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空气污染那么差，我只要出门一天不戴口罩，回家以后鼻子里面全是鼻屎。我每天晚上在非常寒冷的北京，我都在抱怨，我都在哭诉，我在想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北京。但是我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从小到大，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是金子，你在哪儿都会发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真金，你摆在地摊上，你就只能卖出一个地摊货的价格。如果你是镀金，你放在商场里，你也能卖出真金的价格。不好意思，这个就是这个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的社会告诉我们的现实。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如果给我大城市的一张床，我有信心在这张床上奋斗出一套房。志向真的很伟大，你们真的很脏。你这样容易站不起来。在床上长的是知识，不是姿势。谢谢大家。康永兄感叹的对啊，何其伟大的一个志向。辛苦你啊，辛苦。请记住艾丽的名字，瑞。哪位？其实我把这个题目再往前一点，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在城市，我们都已经走到坟里了，还往前，还要往前，还要往前，不但往前，咱们还要往深一点。这个题目不是只在讲大城跟小城的问题，不然我们一直都在大家拿住的地方比较，这比来比去比不完的。这个题目讨论是一种价值的取向，一种观念的取向，要为鸡头还是为凤尾？你要知道，大城市一张床，它其实这个题目是个概念，对不对？就是你是一只凤凰，可是你是它的屁股，你忍着忍着，可是总觉得至少我还是个凤凰。另外一个小城一间房呢，什么意思？对，它是只鸡，可是我是它的头。鸡头。差别在哪里？鸡头。还是鸡。永远成为不了凤凰。鸡。无论你是头还是尾，你永远都是鸡。反鸟就是反鸟，永远成不了凤凰。来说安全嘛，来，没有错，鸡成不了凤凰，可是有一个差别。鸡的头是用来吃东西的，吃什么是鸡头决定的。凤凰的尾是拿来拉的，拉出你大便，对，没错。你能决定从你这边拉出什么吗？你不能，你没有决定力，你懂吗？不是我，来一个一个来。所以我们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宁为鸡头，勿为凤尾。为什么常有这种话？那些俗谚不是随便跟你乱讲，因为他了解，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头大牛的，哪怕我只是他的尾巴也好啊。我是一只凤凰，哪怕只是我的屁股也好啊。可是不是，看起来占了便宜，其实怎么没占到便宜？我当然知道，我非常希望潇潇你要成功，你刚刚那段非常棒。可是呢，你要知道，
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城市里逐梦成功的例子永远可歌可泣。你懂我意思吗？永远可歌可泣，永远让人竖起大拇指。可是我这个人一向不敢劝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太残忍了，你知不知道？太残忍了。1000个人里一个潇潇，潇潇都不一定是最后成功的那一个。10000个潇潇里一个成功。然后呢，买彩票赌人生，赌输了，你这辈子唯一的经历就是在那张床上抱怨大裤衩。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活不值得。说得好，说得好。刚才植中跟我们讲了一个禽类的故事。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叫做什么呢？叫做鸡永远变不成凤凰。现在你需要选的是那个可以吃的鸡，还是那个会拉的凤凰？这样的前提是什么？告诉我有一道天堑不能跨越。好，这个真的成立吗？什么意思？1000个人里面出一个潇潇，1000个潇潇里面再出一个可能更牛潇潇，对，概率非常低，但是有没有可能发生？有。所以今天这个辩题讲的不是鸡和凤凰这种不可跨越的天堑，讲的是什么？是鲤鱼。我们终于从天上飞的跳进水里了。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条鲤鱼的话，你是愿意在2、3线城市的小池塘里占有更多的空间、更舒服的环境、更自在的资源、更亲密的家人呢？还是不，我要逆流而上，游出我的小池塘到河里，甚至逆流而上冲瀑布，还游着游着会变种、会变性、会变态，最后一跃会变什么？鲤鱼跃龙门，它会成龙。好，这个几率低不低？请注意，我不是一个爱灌鸡汤的人。我告诉你，10几亿条鲤鱼一起游，对不对？最后能跳过去变龙的没几个，而且你们基本没见过，对不对？很正常，很正常，对吧？同样干演艺圈也潇潇见得多，对吧？康永哥你能见几个？坦白讲，我就见过你1个，明白吗？所以这个马屁拍得很到位吧？我懂了。所以我长得丑的人我是潇潇跳过龙门就变成大家先静一下，长得丑的人你见的很多。混到现在像高晓松的有几个？所以你明白吗？我告诉你，这种几率超低，所以我一点都不励志，没有告诉你说只要努力你一定会成功。好，如今讲的精彩，不是你说的叫盒饭精彩，也不是你说的上网精彩，也不是你们猜想的啊，可以去更多的大商场、更多的游乐场、更多的 KTV 精彩，而是你会遇到一种东西叫未知，你不知道你会见到什么人。你不知道你会经历过什么事儿，你不知道你会死在哪个坑里，但是你会看到，由于你的命运变幻莫测，所以这本小说的结尾你永远猜不到。这就是最棒的小说。你愿意人生是一个一眼望到头的说明书吗？你愿意你的一生就这样安逸的过吗？它是幸福的，可它绝对不是精彩的。各位美少女，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谢谢各位。我们把时间留给2位陷入沉思的、正在那儿传词儿的团长。其实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所以我就讲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就说我自己为什么从一个2000万人的大城市搬到了一个只有43000人的一个小城市去住。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北京的雾霾啊，或者是北京的导致我电话铃声开到最大我都听不见，而其实到了那个地方我都不开电话铃声。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明确的和周围的人要趋同的人。我不太同意马薇薇说的，说大城市是一切都未知。大城市有一件事情你是一定知道的，就是你一定会离自己越来越远，你一定会越来越接近这个大城市制定的规则。你要是来反抗这个规则，你就是一革命者，对吗？你们刚才说的都不是革命者吧？
而是要来适应这个大城市的规则。所以大城市没有什么不可预见的东西，非常能够预见到你适应了这个大城市的规则，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甚至成为了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人。我就是因为意识到我自己变成了我小的时候读书长大，我想象我长大是个什么人，我发现离那个越来越远。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要离开。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和很多充满了欲望的人交朋友，因为我随时有被出卖的危险。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慌张。可是我又不能抑制朋友们的欲望，说你不该有这个欲望。那他会问你，那我为什么要来北京？老子来北京原来是为了清淡的和你交朋友的吗？老子是来奋斗的。我不喜欢，要么去熄灭朋友们的欲望，要么就得被利用或者被出卖。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说那我就搬到一个小一点城市。当然还有一个更可笑的、特别文艺的原因，是因为我仔细看了伟大的，尤其是作家，他们出身在哪里？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伟大作家都出生在一个小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在小城市一个凝固的人群的体系里，他可以长时间的观察这些人，导致他对人性有深厚的了解。大城市你别看人多，你还真看不清他们。2000万人大城市，你生活了100年，人家问你说人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到一个小城市去，那里的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稳定的，你可以慢慢懂得人是一种什么东西，什么动物，然后你才慢慢的懂得了自己。我明确的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这里没有那么多未知。各位，这里一点都没有那么多未知，这里清清楚楚的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你走进一个小城市的书店，里面可能卖的是《红楼梦》，可能是《金瓶梅》；你走进大城市书店，保证是成功学，保证是职场升职术，保证是投资理财术，保证是让你异化，让你变成不是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才选择了走开。精彩，我还没说完。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又说你还感性，那我也理性的说一下我理性的分析。刚才好像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好像觉得大城市的一张床跟小城市一套房是等价的，不是。大城市虽然房价贵，工资也高，收入也高；小城市虽然房价便宜，可是工资也低呀，对吗？小城市买套房就那么容易吗？大家在小城市就随随便便2月工资买套房，不是的。所以不等价这个东西应该这么说，在北京只买得起一张床的人，或者租得起一张床的人，在小城市你也就配一张床。我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混不下去的人突然到那个地方变得很好。我说完了。精彩。我怀疑你再说30分钟，你能得104票。我们给了蔡团长一个险恶的环境和最后发言的机会的优势。议长大人刚才一直说精彩，可是其实这是我参加奇葩说以来，虽然我跟高晓松每一次运用不同的辩论策略，在踩对方的痛脚或者是挖对方的墙角，可是今天是我听高晓松讲话以来，我觉得漏洞最多的地方。我完全所以才看给我一张报纸，我完全没有一句话能够同意的就是高晓松一再的以北京作为大城市的代表，然后以他所选择的美好的加州的小城作为小城的代表。拜托，你在北京赚了所有的钱，然后去了加州美好的小城，买下了农庄，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讲说这个农庄比北京过得舒服，你要这些人听你的故事？我没有讲过任何哪里过得好，我是说大城市的可预见性。小城市会安静到你手机不要开铃声你就听得到，你去看小城市，晚上蟋蟀叫、牛叫、鸡叫、狗叫，你根本听不到你的手机不开铃声的结果。你去的是真的是一个大农村，而不是小城市。狗叫、鸡叫、牛叫。所以我得跟你讲，第一个呢，我不同意你把北京作为所有大城市的代表。我不讲，我其实讲的是每一个大城市的共性，就是你会符合那个规则。地球上有非常多美好的大城市，巴黎、柏林、伦敦，你在里面可以找到非常舒服的角落生活。所以不能够用北京代表，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是大城市长大的人，我生在台北，我们家上一代是上海人，然后我在北京跟各位工作。我到北京来跟你工作，
我很喜欢你，我没有1秒钟想过要利用你。你刚才怎么会说出来？在大城市遇到的人，每一个人都互相……我没有说每一个，但当然我们讨论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说每一个，是我们说的是比例。对，所以不要这么童话式的把大城市讲成是人性的丛林，然后把小城市讲成是安全的小镇，这个对比真的是太童话了哈。然后呢，我只想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话的立场呢，其实是最符合这个标题的，就是双方，尤其是3位教练这一方已经讲了，很多人奋斗是不成功的，我接受这个事情，我也相信这是人生的真相。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最后无非是得到了一张床。所以为什么我宁愿选择在大城市生活一张床，而不是在小城市得到一间房？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人的距离。你知道，我觉得在人越靠近的地方，你的不成功越令你难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啊？可是呢，所以大城市更难受吗 ？No， 大城市比较能够被容忍。大城市我的人生没有成功的时候，我可以舔我自己的伤口，躲在我的小床上面。可是，在小城市里面，3姑6婆、远亲近戚，每个人都来问候你怎么了？你怎么还不结婚？然后你1个月赚多少钱？你这个月有没有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人的距离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相信3位教练所讲的，人的失败的比例居高的话，大城是一个更好活下去的地方。那如果像你我这样3姑6婆都在大城市生活的怎么办呢？你跟我刚好不同是，我没有3姑6婆。我倒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觉得大城市里面闪躲3姑6婆的几率，成功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就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具体的分析，可是的确我在大城市里面比较躲得掉别人的问候跟注目。我觉得在小城市，感情生活也好，自己的收入状况、成功与否，都被很严重的看见。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你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小城市里面有个小餐厅，然后忽然之间有一个记者，他可能开车到了这个小城市，他进了咖啡厅，每一个人都转过头来望着他，因为大家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你立刻感觉到众人目光的压力，那个压力非常大。我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别人。大城市给了我们一种庇护，让我们免于被别人那么严密的监视跟注意。小城市呢，在这方面有点缺陷，所以我觉得大城市有这个仁慈的地方。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我们人生失败的部分，我们会喜欢那些大城市给我们的仁慈的对待，而不是小城市严厉的监视。谢谢。我觉得今天2位团长都特别精彩，他跟我们坐在前面的，不管是奇葩也好，还是教练也好，最大的不一样，你发现2位团长都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只说我自己。我在跟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为什么刚才在小松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特别精彩，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但是他居然那么淡定的、娓娓道来的把分数干到了60分。他太可怕了，对，太可怕了。你作为主持人是开始有倾向，哎，这就是这个节目的规则所在，随意。您是什么观点来着？我觉得个人属性吧，我自己还是就是喜欢大城市的那种生命力，然后很热闹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大城市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更适合的。对对对，比较适合的。最主要是因为你是大城市里有2套房。而不是大城市里只有1张床。倒也没有，高晓春先生，你刚刚说你选择了小城市，那是因为你有大城市的经验，你才能够做出后来的选择。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精彩，因为他在用自己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个人故事在跟你们分享，他是大城市的，他示范了指鹿为马这件事情。对，每一个生活在你先把分数念完了再发表你的感言，有危机意识了。来吧，让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这个分数。反方胜。你辛辛苦苦赚了这些钱，到时候你再为谁赚钱？你的房东。买彩票赌人生，赌输了，你这辈子唯一的经历就是在那张床上抱怨大裤衩。刚才那点不是我讲的，李克强总理讲。请现场所有的观众给我们今天5位奇葩来进行一个打分。
进入积分赛，选手得分由观众点赞数和团长投票共同决定。本场比赛奇葩团落败，2位团长和女神在5位奇葩中各选1位，为他减10分。积分赛累计票数前4名进入决赛，争夺奇葩之王。你可以说我装叉作词不会生活，但我绝对要拼搏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给我大城市的一张床，我有信心在这张床上奋斗出一套房。大城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精彩。你愿意人生是一个一眼望到头的说明书吗？你愿意你的一生就这样安逸的过吗？我虽然是大城市出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来北漂呢？因为我需要机会，我为我被别人对理想的一种希望。我们要请3位给今天，正方的5位当中选出1位，我们要在他的积分里面减掉10分。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加减，取决在3位的手里面。阿雅选择的是如今。我觉得他可能要除了吃之外，要多找一些理由，因为他说小城市没有那个好吃的，其实很多小城市有很多好吃的耶。你就这一句话把你给得罪了，你就扣他分呐。好，如今减10票，变成67分。蔡团长。我选的是范甜甜。原因呢？我们家也是上海人，所以如果我在你的那个队伍里面，不太会用你采用的论点，就是辩论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从自身立场出发，你用别人做例子，我们也听得进去。所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面，采用了你是一个上海人来欢迎外地的人到大城市来跟你竞争床位。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开展性的一个论调，这个扣分不是来自于针对范甜甜，是针对于你采用的说话角度，不是针对个人。对 ，OK。小松，我也是范甜甜。我再补充一句，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角度，因为上海并不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大城市，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角度。好，我们来看一下2场之后你们的得分累计情况。各位，这只不过是过程，一切还早着呢。加油！感谢大家，收看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也感谢我们的那么多的赞助商，包括 HTC 如影瑞，喝了就会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让我们下期奇葩说再见。关于分数定理的事情，我觉得人生的高低潮，你们觉得我难道没有吃够这样的人生的高低潮才来到今天这个舞台上吗？对于高和低，对于我来说毫不成为意义。我觉得过程是最快乐的。虽然这句话有点官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低潮，就显不出高潮；如果没有低分，就显不出高分的重要性。所以 ，whatever I don't care。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宝岛的女神小姐。我介绍名字就好了，小 S， 小 S， 台湾的这个圈子都是这样的，好乱哦！强烈建议下一次不要出情感题了，谢谢。你一个人去给我慢慢的流泪吧。长点心，要点脸，老子不在乎。既然不能相濡以沫，你我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个叫放屁。哇，你今天好温柔啊！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拼了必须看哦！